说到电动机车，台湾人第一个想起的品牌应该都会是 Gogoro。但是这个本来被誉为是台湾之光的 Gogoro， 近期却发生了创办人闪辞、股价崩跌等等重大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Gogoro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2015年 ，Gogoro 在台湾推出了他们第一台电动机车，不久就掀起了一股电动机车的换车潮。造型看起来非常有未来感的 Gogoro 机车，很快就在台湾满街跑。短短的4年之后 ，Gogoro 在台湾机车市场的市占率就达到了16%。2022年还到美国风光上市，被很多的媒体誉为是台湾之光。但是没有想到，几年之后 ，Gogoro 的销售就开始大崩跌，目前市占率已经掉到了10% 以下，股价呢也暴跌了将近90%。在几个月前呢，又爆出了零件洗产地的争议，还有创办人闪辞等等状况，导致股价持续下滑，甚至还面临了下市危机。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一集呢，我们就会来聊聊 Gogoro 到底是怎么样崛起的，他们为何呢能够在台湾的电动车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而现在各种争议又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行销人员吗？是否曾经想过怎么让自己的品牌在茫茫的广告媒体当中吸引到大众的目光呢？或者有些的产品服务需要把抽象而且复杂的资讯有脉络的解释给消费者呢？或许你可以考虑用动画来解决哦。简讯设计长期为企业制作形象动画，用创意有温度的故事传递核心价值，而且50% 以上的观众会因为动画而提升对于品牌的好感度。另外也有专业的解释型动画，透过视觉的转化，一步步让受众了解产品的功能或服务。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专案，我们的团队呢都会帮你从前期计划到影片制作，帮你规划好一条龙的流程。此外呢，如果你还有像是其他的 logo 动画频道片头，只要是跟动画设计相关的需求，都欢迎来信洽询哦，价钱都好谈。Gogoro 的成立过程跟一个叫做陆学森的香港人有很大的关系。陆学森在香港出生，美国长大，曾经在 Nike、微软还有 HTC 都担任过要职。根据媒体报道，2007年他第一次来到台湾，发现这里的空气污染跟 PM2.5 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他认为这些污染的问题跟满街跑的燃油机车息息相关。这个发现就激发了他的创业灵感。陆学森认为如果要解决台湾的空污问题，就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城市对于化石燃料的依赖。但一开始他的想法不是要自己做电动机车，而是要开发一个能源共享平台。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常常会看到的电池交换系统。他的想法是，只要让机车换电充电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的简单，那大家就会更愿意用电动机车，厂商们也会更愿意生产电动机车，而这样子就可以减少台湾机车的废气排放量，而且还可以建立储能系统，把用不到的这个绿能呢都储存起来，让新能源的使用可以更加的普及。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陆学森跑去跟各大机车制造商提案的时候，各家厂商都对这个想法兴趣缺缺。大家都不肯用怎么办？陆学森做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自己来搞，从开发电池交换系统到电动机车全部自己开发。2011年，陆学森向润泰集团的总裁尹衍良提出了这个想法，得到了尹衍良的大力支持，还找来了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一起投资了共5000万美元，正式成立了 Gogoro 这家公司。2015年3月 ，Gogoro 推出首台商品 Gogoro One， 为台湾的电动机车市场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在 Gogoro 出现以前呢，市场上面其实已经有不少电动机的产品，不过当时大部分呢都是所谓的买菜车，速度比较慢，电池续航力也比较短，加上充电麻烦所以并没有很普及。所以 Gogoro 在开发的时候就明确的定下目标，说要突破这几个限制，让电动机车能够跟传统燃油车一样好用。而经过好几年的研发，2015年第一台 Gogoro One 推出的时候，确实成功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比如说在速度方面，他们采用了更轻的材质跟更好的马达，宣称呢可以在 4.2 秒之内从静止加速到每小时50公里，最高时速可以达100公里。当时有评测指出Gogoro 比传统电动机车的马力好上不少，机侠也跟 125cc 的机车几乎一样。而且因为 Gogoro 没有传统燃油车的引擎噪音，启动也非常的滑顺，整体的骑乘体验很好。而续航力方面呢 ，Gogoro 也推出了电池交换系统 Go Station， 让用户可以不用再帮这个电动机的充电，直接换电池解决充电麻烦的问题。而且 Gogoro 还破天荒的跟加油站以及超商合作，让换电站更方便好找。截至2023年的5月 ，Go Station 的数量已经达到2545座，比全台加油站的数量还要多，一定程度的解决了过去电动机车续航力不足的问题。
而另外 Gogoro 呢也主打智慧功能，像是电量提醒啊、手机发动机车，还有 GPS 定位、媒合充电站等等的功能，对于当时的机车使用者来说也都是蛮新奇的体验。也因此呢，当时 Gogoro 被 Forbes 形容为集韦氏牌和 iPhone 于一身的智慧机车，3个月内就吸引了超过20万人排队体验跟试乘，连欧洲呢也有城市表达希望跟 Gogoro 合作的意愿。哇，这样听起来几乎全部都炒评，那 Gogoro 一定卖爆吧？但其实一开始 Gogoro 的销售还蛮惨的。Gogoro One 正式亮相之后呢，虽然各界都给出了很好的评价，但是2个月后却卖不到500台，可以说是叫好不叫座。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部分的原因是当时的换电站还集中在台北，其他县市基本上没有办法用。再来，另外一个更多人提到的原因是，当时一般的125机车呢，大约是8万出头，但是 Gogoro 一台要价12、13万，月租呢还要899，实在是太贵了。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Gogoro 在几个月后就决定降低规格，并且推出平价车款，大砍售价，希望能够自己买气，让 Gogoro 能够撑过前期的挑战。而另外呢，也有不少分析认为让 Gogoro 崛起更关键的原因是政府的补助。虽然在 Gogoro 之前，政府就已经有针对电动机车补助，但是从2016年开始，工业局、环保署还有各地方政府为了鼓励电动交通工具的普及，开始更大力道的针对购买电动机车的民众提供补助。2018年的3月，单月补助总额突破1亿元，2019年甚至破了单月5亿元的新高。等于说，在2017年的时候，符合补助资格的民众买电动机车有可能5万有找，甚至比买传统的油车更便宜。也因为当时 Gogoro 可以说是电动机车声势最大的品牌，不少民众就都会趁机入手 Gogoro， 而 Gogoro 的销量也开始一飞冲天。根据 Gogoro 官网数据2015年 Gogoro 电动机车的挂牌数只有3800多辆，但是到了2018年，数字呢直接飙升到了 7.2 万辆，3年成长了18倍。而且从2016年第一季开始，也就是 Gogoro 开卖接近1年之后，他们一直都保持电动机车市场市占率的第1名，而销售量呢也领先了同业将近 2.5 倍。那到了2019年台湾电动机车市占率达到了近 20% 史上新高，其中 Gogoro 的市占率就有 16%， 台湾路上也开始到处都可以看到 Gogoro 机车， Gogoro 几乎等同是台湾电动机车的代名词。而且除了贩售机车本身之外呢 ，Gogoro 最早想要做的能源交换平台计划也在持续的推动当中。2018年跟其他厂商呢共同成立了一个叫做 PBGN 的联盟。简单来说，就是把 Gogoro 的电动机车的核心系统跟换电站服务授权给其他的厂商使用。目前包含了像是宏佳腾啊、PGO、雅马哈等等多家知名厂商都已经加入这个联盟，让 Gogoro 的影响力持续的扩大。同时 Gogoro 也持续的进军欧洲、印度还有东南亚市场，试图从台湾打出国际。那因为在各方面的成长跟前景一片光明Gogoro 从2015年开始就持续得到了很多知名机构的投资，其中包含了国发基金、Panasonic、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等等。到了2022年的4月 ，Gogoro 还正式的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是台湾首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创独角兽，被不少人视为是台湾之光。但是在这些风光的新闻背后，近年来 Gogoro 的经营其实也面对着不少的挑战。其实从2020年开始 ，Gogoro 的销量就不断的下滑。根据媒体报道，2019年 Gogoro 年销售量呢一度超过了14万台，但是隔年一口气少了快一半，往后几年呢也持续下滑到2023年只卖出了5万多台。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最主要原因可能有3个。第一呢是政府的补助取消，因为销售衰退的问题并不是只有 Gogoro 遇到，而是整个电动机车市场都面临衰退。因此不少人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政府刚好呢也在2020年减少了电动机车的补助。那在价格的诱因消失之后，让很多消费者又重新回到了油车的怀抱。所以在电动机车大衰退的2020年，传统油车销量反而达到了25年的新高。那第二个原因呢，则是跟 Gogoro 机车本身的状况有关。有不少使用者抱怨说 ，Gogoro 在推出多年之后，电池续航力越来越差，常常没有骑多远就要换电池。论坛上呢，也不时会有看到有车主分享自己的 Gogoro 无故熄火啊、断电，甚至骑到一半整台车死机，无法顺利启动的问题。2023年底还发生过所谓的电池瘟疫事件，不少消费者回报骑到一半突然断电的灾情，让不少人质疑 Gogoro 的电池交换系统是否过于老旧。但虽然上述的事件呢 ，Gogoro 官方都有出面回应跟提供补偿，但是难免也让消费者对 Gogoro 的安全性打上问号。而与此同时三洋、光阳、山叶等等的机车大厂呢，也在积极的进军电动机车的市场，多少也为 Gogoro 的销售带来了压力。那最后一个常见的原因是日常使用跟保养费用太高。
不少人抱怨说，虽然 Gogoro 有提供不同的月租费跟服务，但是跟油车相比还是高太多了。而且除了月租费，机车总会需要定期的维修跟保养，但每次费用动辄呢就要数千元，让不少车主表示照护成本比传统的油车贵太多，降低了购买的欲望。不过上述这些原因还单纯只是经营上面的问题跟挑战，更严重的是，在今年9月 ，Gogoro 居然被爆出了涉嫌零件洗产地的争议。早在今年的5月左右呢，就陆续出现 Gogoro 涉嫌为了压低成本使用中国制零件的传闻。而在9月的时候呢，法务部他们也接到了正式的检举，指控 Gogoro 从2018年就把 Viva 车款的马达控制器的部分零组件转移到了上海广达制造，运到台湾重新组装。而申报文件上面原本应填这个上海广达的地方，也填写了台湾广达。这有什么问题呢？因为 Gogoro 相关车款有领经济部的补助，补助规定核心零件需要国内产制才符合资格，因此 Gogoro 这个做法就被质疑是伪造文书，诈领了超过数亿元的补助款，引起了轩然大波。那针对这次的事件Gogoro 表示 Viva 国产化比例呢为 88.96%， 检举提到零件只是海外进口的半成品而已。而在提交给美国证交会的文件里面， Gogoro 表示，因为某些供应链的异常情况，部分 Gogoro 车款在无意中使用了进口零件，但是他们会全面的配合政府的调查并进行检讨。而在事情爆发的隔天9月13日 ，Gogoro 核心创办人之一的陆学森也忽然宣布辞去董事长兼执行长的职务，引发了更多人揣测说他是为了这个事件下来负责。不过让不少人意外的是，9月27日，经济部产业发展署公布调查结果，表示尚无足够证据可以证明 Gogoro 违反国内产制规定。产发署表示Gogoro 的申请文件确实填写有误，因此会有条件的要求他们更正，也就是呢要求 Gogoro 负担约 1.85 亿的安心方案，为车主提供检修延长保固等等服务。同时，产发署也表示会全面清查其他 Gogoro 车款是否有符合相关的规定，如果未来发现新的事证，会依照规定重新处分。那结果出来之后呢，社群上面出现了不少质疑审查可信度的声音，但 Gogoro 回应强调自己确实有遵循国产化法规，而这些事件呢是行政文件作业缺失，未来会加强内控还有预防机制。但无论如何这些消息呢都对于 Gogoro 的形象造成了不少的打击，股价也连续的跌破新低，甚至还面临了下市危机。Gogoro 刚在美国挂牌上市时，股价一度达到 17.59 美元，市值高达22亿美元。但是在那之后，股价却不断的走低，原因也跟公司长期亏损有关。但在台湾呢，大家感觉 Gogoro 满街跑，但是因为销售持续的下滑，产品开发还有充电站的这个建设费用也很高昂 ，Gogoro 其实一直都没有获利，亏损已经累积了超过100亿台币。到了9月13日，洗产地争议爆发，陆学生闪辞之后呢，股价更是雪上加霜的突破了1美元，市值只剩下 1.5 亿美元左右，距离最高点缩水了超过90%。那根据纳斯达克的规定Gogoro 如果在10月25日的股价呢都无法回到1美元，就会进入1年的改善期，1年之后呢无法改善，可能就会面临下市。那面对这些危机，目前 Gogoro 的新领导团队表示，在积极的讨论新的营运策略以及相关经营计划。对于未来展望，会在适当的时机向各界说明未来会如何发展，目前都还有待观察了。在研究 Gogoro 新闻的时候呢，我们一直联想到之前做的这个 HTC 故事，虽然状况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同样是从台湾出发的品牌，靠着创新的产品打出台湾之光的知名度，但是后来却因为各种争议还有挑战跌落神坛，反而变成了大家常常吐槽的对象。平心而论 ，Gogoro 的电池交换系统跟机车产品确实成功的打造了台湾电动机车的风潮，把一个以前没有什么人想要买的产品，变成了随处都可以看到的东西，还让很多的国家都来取经。在机车林立的台湾Gogoro 初期的野心和达到的成就，确实是非常不简单。他们觉得 Gogoro 能够成功的因素，除了本身的创意跟执行之外，政府补助也确实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而且某种程度来说，这种由政府带头的补助呢，也有点像是全民支持，一起打造台湾品牌的梦想，参与这个过程。那在今年国际越来越强调环保减碳的风潮之下，台湾本身又是一个知名的机车王国，我们可以理解拥有一个享誉全球的台湾电动机车品牌这件事情，可能会很有象征意义。但或许对于某些人来说，他本身并不特别支持这件事情，更不用说这个靠着全民扶持的公司，后来还出现了像是品质问题、零件洗产地等等争议，所以大家失望跟不满的情绪会这么的激烈，我们也觉得蛮合理的。那当然，现在 Gogoro 在高层大换血之后，进入了重整的阶段，未来到底是不是能够重整旗鼓，还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说到这里，我们也很好奇的想问大家，你之后会再支持 Gogoro 吗？ A 会哦，我长期都是 Gogoro 的忠实用户。B 我从以前呢就不支持，以后也不会。C 我需要再观望，如果后来会改善，那可能就会吧。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Gogoro。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 HTC 以及 OneBoy 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